香港大埔的一场大火刚开始呢，大家就以为是不是意外，可能就是谁家的电器老化了，或者说是哪个烟头没掐灭。可是随着这个香港廉政公署一介入好家伙这个盖子一揭开里面的味儿简直熏得人想吐。这哪是什么纯粹的火灾啊？这分明是被3.3亿港币的工程款活生生给烧出来的贪腐大案。今天呢，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公文报告，咱们就聊聊这个3.3亿的保命钱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了夺命符的。那些长着中国脸、赚着百姓钱的实力者，这心肠到底有多黑？咱们先盘盘这个3.3亿港币。那各位这个不是买糖吃的零钱，这是楼宇大维修的工程款。这按理说，这么多钱砸下去，这个楼哪怕不能变成白金汉宫，起码这个消防系统得跟这个铁桶阵一样稳当吧？可是真相是这个工程不仅仅没有修出安全，反而是修出了一个人命关天的陷阱。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大家才发现，负责这个工程的承包商压根就是个惯犯啊！这家公司呢，在早几年前就因为偷工减料被这个廉政公署点过名儿，档案里全是黑点儿。可是您猜怎么着？人家不仅没倒闭，反而能在这个香港各大区的工程招标里横着走回回都能中标。靠的是什么？是技术过硬吗？是口碑好吗？屁靠的是那张密不透风的关系网。这生意经他们玩的可溜了。第一步呢，低价中标，把这个价格呢报得低低的，让那些正规公司根本就没法比。这第二步，追加预算，进了场之后呢，今天说这儿不行，明天说那儿要加钱，3.3亿就这么凑出来了。这第三步呢，也是最黑的一步偷工减料。据这个廉政公署透露这种模式下，经过大公司拿大头，2包3包层层刮油最后落到楼宇真正施工上的钱可能连30%都不到。你想想，3.3亿的钱，最后只花了几千万在实处那剩下的2亿多都去哪儿了？去酒桌上了，去某些人的豪车别墅里了，就是没有去老百姓的消防泵里。咱说回火灾那天晚上，这老百姓最愤怒的真不是这个火有多大，而是等他们想自救的时候发现，这整栋楼的防线全是瘫痪的呀！人命关天的时候，消防门竟然推不动，喷淋系统像个摆设，一滴水不出，警铃的嗓门比蚊子还小，逃生楼梯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纸箱子破家具，那感觉就像是你花了大价钱买了个防弹衣，结果真上战场了，发现里面装的全是什么塑料泡沫整栋楼在那一刻就像一个密闭的巨型焚火炉把老百姓往绝路上逼你说这事是偶然吗？这老百姓其实早都举报过了，楼道里堆物，灭火器过期，警铃不响，邻里邻居没少找这个物业反映。可是物业公司呢，推诿扯皮今天说是正在修，明天说没经费，监管部门来查呢，走马观花，拿张纸签个字儿，最后来个验收合格。这4个字儿，验收合格，在那个凌晨简直就像一个最讽刺的笑话。这种合谋式的腐败才是最可怕的。从设计施工到维护监管，每一个环节只要有一个人守住良心，这些悲剧可能就避免了。可是现实是，他们在那3.3亿面前全员失明了大家伙也别觉得这个事只有香港有，这其实是全球大城市病理的一个恶性肿瘤。还记得2017年伦敦那个格伦菲尔塔大火吗？72个人葬身火海那最后的调查结果跟大埔这起是如出一辙。承包商为了省钱，用了便宜又易燃的外墙材料，而且那个材料在检测时竟然也过了关。这背后没猫腻谁信还有那个韩国那个世越号沉船，表面上看是这个船长跑了，操作失误，实则这个背后是监管部门收了好处，对超载、非法改装睁只眼闭只眼。联合国人居署的数据特别扎眼，全球每年因为这个建筑质量导致的火灾里有40%直接跟这个贪腐采购有关。这病毒不分国界不分肤色，从亚洲到欧洲，它就像病毒一样，专门盯在城市管理的毛细血管上吸血香港以前是号称全球透明度最高，廉政公署规名在外可是这次大埔火灾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基层管理的千疮百孔。说白了，天上的神仙再清廉，地上的小鬼要是坏透了，老百姓照样没有好日子过
那就只能坐以待毙吗？我们看看这个隔壁新加坡，他们是怎么搞这个公共工程的啊？这个新加坡呢有个透明法案，就是所有中标信息呢必须一五一十的公示，而且最狠的一条啊，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终身追责，哪怕你退休了，去这个马尔代夫钓鱼了，只要你当年签过字的工程出了事儿，照样把你抓回来。这一招啊，让那些想钻空子的家伙啊，这脊梁骨先凉了半截，贪腐成本太高了。再看这个欧盟，他们那边有个什么 CE 标记体系，就是这个每一块砖、每一根管子都能追溯来源。哪怕你是从地摊上买的次品，只要查出来，一顺藤就能摸到那个黑心作坊。那反观咱们有些这个城市啊，材料进场连个扫码追溯都没有啊，这不就是给那些偷工减料留后门吗？还有德国，人家搞这个社区维修，政府说了不算，物业说了也不算，得居民投票。施工的时候呢，居民代表有权随时查进度、查材料。老百姓的钱，老百姓自己盯着花，这就叫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咱内地也有好招啊，现在咱们有些地方搞这个食品安全监管，直接搞直播抽检，让大家看着这个检测员去哪儿查。我觉得啊，建筑行业也该这么搞，材料来了，先开这个直播抽检。工程进度啊，定期直播汇报，让每一分钱、每一块砖都在阳光下走秀。你要是敢偷工减料，全网粉丝都是监工，看你还敢不敢？最后呢，我想跟各位朋友啊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大部的火灾夺走的不仅仅是生命，它还烧毁了老百姓对这座城市的安全感和信任感。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啊，确实不是工程师，看不懂复杂的蓝图。但是咱们知道啊，楼道里的纸箱子该不该堆，灭火器的指针是不是在绿区，那个警铃按下去到底响不响？求人不如求己啊！这个香港消防处啊，其实发过手册，教大家怎么自查。这遇到问题啦，别光想着打个电话报备就完了。那现在的维权路径多着呢，像这个拍照留证啦，发朋友圈啦，找这个媒体曝光啦，联合邻居找这个业主委员会啦。记住啊，建筑物管理条例啊，赋予了咱们权利。如果你不用呢，它就是一张废纸。英国呢有很多成功的社区案例啊，哪怕是这个路灯坏了，居民齐心协力啊，也能把这个问题捅到市长办公桌上。那这种从下往上的力量，才是城市治理最好，也是最稳的那道防线。要防火得先防腐，要防腐得让制度带电。现在大湾区啊，在是那个建筑诚信黑名单，我觉得这就是个好开头，让那些靠关系吃饭、不顾人命的公司啊，彻底在这个市场上失业、破产、坐牢。大部这些火啊，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丑恶，也得照出咱们自强不息的决心。咱们每一个小区、每一栋楼、每一扇窗背后啊，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份份普通人的日常。别让腐败烧掉咱们的家。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